霸凌者总以为一句道歉就可以掩盖过去的罪行，可当他穿越进受害者体内后，才终于感受到了少年时的自己有多么可恶。张安哲戴上头套，将过去的自己暴揍了一顿，可这只使曾经的他变得更加凶残。现在金振友的第一个悲剧人生事件要开始了，而被勒晕的张安哲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身体。金振友告诉他，第一个悲惨人生事件已经开始了。张安哲的身前逐渐浮现一个电视机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当中，花也依然绽放着。同为霸凌受害者的金振友跟林色基因此结下缘分。林色基是很坚强的孩子，就算被欺负得很惨，也始终没有失去笑容。那时的林色基就是金振友能够在霸凌中撑下去的原因，二人彼此相依为命。金振友时常觉得只要跟萨基在一起，不管什么难关都可以撑过去。但是张安哲是真正的恶魔，他命令金振友跟林色基来打场架吧，赢的人就脱离下等人行列。那时的金振友并没有意识到那些人渣只是想要玩弄他们两个，人渣们在他们的打斗中下赌注，而金振友当然不想跟唯一的朋友林色基打架，他也知道自己拒绝后张安哲会出现什么反应。可真正令金振友感到意外的是，先动手打他的人居然是林色基。他大吼我要打赢你，摆脱下等人的行列。巨大的被背叛感瞬间席卷了金振友，丧失理智疯狂挥拳的他在那之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。随后张安哲像个王一样宣布金振友以后不是下等人了。回过神来的金振友这才发现林色基一次都没有向他反击，他是为了金振友才一直不还手的。从那之后打在金振友身上的拳头曾被转移到了林色基身上，因为他要连着金振友的那份一起挨打。虽然张安哲让人感到无比恶心，但更让人恶心的是心里暗自窃喜的金振友。人性的本能令他庆幸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不过林色基不认为这是金振友的错，他让金振友不用感到愧疚，错的人只有张安哲。金振友无法直视说这些话的林色基，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有名的轻小说作家，在写作实力更好后，他会把自己写的小说给金振友看。林色基让金振友也要找到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出人头地。但金振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色基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笑容。他写小说的笔记本包含着自尊心，是绝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，那是林色基让自己在霸凌中撑下去的唯一梦想。可那些人渣们却要金振友在大家的面前念出来。教室里同学们的取笑声不是针对小说，而是直戳林色基内心。人渣们嗤笑这肥宅写的小说也太恶心了吧。金振友因为害怕张安哲，所以不得已只能这么做。林色基的衣物正逐一被褪去，他哀求振友不要再说了。而金振友就如同小说里的杜拉尼西，是一个自私的垃圾。一直很坚强的林色基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来学校了。老师跟他父母谈过后，得知了有人在欺负他，教室里的同学需要闭上眼睛指认凶手。金振友终于看见了希望，他可以借用大人的力量给张安哲惩罚。虽然当下金振友很想要报仇，但那时他的手很不争气的没有举起来。金烈友希望大家能代替让人心寒的自己供出张安哲，但是现实却没有如他所愿。同学们纷纷将手指向了金振友，现在的大家都变成了金振友，人性就是如此，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。在其他人眼中，金振友就是张安哲，一个就算指出来也不用担心被报复的张安哲。因此金振友的档案上留下了霸凌加害者的印记，就算他成绩达标，也还是无法通过大学面试。只会读书的金振友人生就此开始逐渐扭曲，这就是他第一个悲剧人生的开始。但最让金振友难过的是，自己因为张安哲失去了唯一的好朋友。他如果想要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就要阻止这个事件发生。重新醒来的金振友终于知道了第一个悲剧人生事件是什么了。他是第一次觉得过去的自己是如此可恶。不过金振友仔细想想，感觉阻止这个事件也没什么困难的，只要让林色基打晕他就好了，那样林色基自然而然就能摆脱下等人行列了。看着起身想要出拳的林色基，金振友欣慰，悲剧人生的第一个事件要解决了。可下一秒，他的拳头便狠狠打在林色基脸上。赢得胜利的金振友心想，自己再怎样也不能被下等人打倒啊！真正的金振友无奈，可能连撒旦见了这家伙都会摇头吧。事后金振友也懊恼自己到底为什么要那样。林色基安慰他没有错，错的人只是张安哲啦。金振友连忙问他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来学校吧？但他要是不来学校，金振友就会被欺负了。林色基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金振友不由得感叹，这家伙真能忍啊！只要一直笑下去就好了。然而就在午饭时间，一盘饭狠狠砸在林色基脸上。原来是因为他打的饭里有小黄瓜，惹张安哲不高兴了。可之前张安哲明明就点名要了凉拌小黄瓜这道菜。辛普森戏谑道，身为奴才就要分析主人吃饭的心情了。金振友在一旁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，因为不能改变历史，所以他无法出面。反正只要让林色基继续上学，应该就可以阻止悲剧事件发生。这时张安哲却指责林色基怎么可以把营养午餐浪费在地上呢？你应该要把它们吃干净吧。闻言金振友都懵逼了，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干过这种事。要知道林色基最讨厌吃的就是小黄瓜，但辛普森却命令他从今天开始就要喜欢吃。如果林色基不吃的话，就要被辛普森打，或者是被张安哲打完再吃下小黄瓜。林色基被逼无奈，还是捡起了地上的小黄瓜。金振友有些难以置信地注视着这一幕，他安慰这跟自己没关系，只要自己能回到原本的身体就好了。下课时间，辛普森又开始出鬼点子了。他问评委大人对这次的模特还满意吗？张安哲感觉林色基的新造型很丰满呢，全场顿时爆发一阵哄笑声。金振友看气氛还蛮欢乐的，他感觉这应该只是开玩笑，不算霸凌吧。反正林色基也是个喜欢被关注的人，运动服被撕烂又无所谓，只要没被打就好了。就是女生们对这个造型感到十分恶心。
林瑟基害羞地问辛普森：“这个模特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啊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等到他这个白痴哭出来为止。”不过天天这样欺负林瑟基的张安哲感到有点无聊了，他下令踩地上的林瑟基。为了不让张安哲大人感到无聊的小弟们又出了新的鬼点子。在一阵讽刺的集结声中，张安哲重新笑了起来，用旁观视角看着这一切的另一个张安哲却笑不出来了。今天金振友第一次送林瑟基回家，他突然有些生硬地关心林瑟基没事吧。金振友感到有些苦恼，为了阻止悲剧事件发生，他必须要照顾这个肥宅。但林瑟基却感动道：“振友君你怎么突然这么傲娇啊？振友君不要担心我啦，我可是很坚强的。”金振友无奈，这家伙难道是喜欢被欺负的变态吗？分别前林瑟基还不忘让高傲的振友君路上小心，但实际上就在金振友离开之后，林瑟基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哭了好几个小时。躲在暗处观察情况的金振友心情非常复杂。林瑟基非常不想上学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也许直接去死会比这样活着还要好很多吧。就在林瑟基自杀的念头出现时，一个头戴粉色头套的人问他：“少年啊，你为什么在哭呢？现在该到变强的时候了，我会把你打造成人间兵器。”林瑟基目前的等级为1，在那天之后他就没有来学校了。对此辛普森不由得感到遗憾，要是林瑟基休学了，他就无处发泄了。金振友顿感大事不妙，真正的金振友就知道事情还是会变成这样，未来的张安哲根本没有办法解开诅咒。可他却突然问真正的金振友在说什么胡话了。林瑟基是因为肌肉酸痛才没来学校的，因为他想专注于和粉红超人的训练上。金振友也明白林瑟基正在变强，但他还是怒斥林瑟基这臭家伙不可以不来学校。金振友一开始没有任何阻止第一个悲剧人生事件的方法，但这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想想金振友的人生为什么会这么悲惨就行了。就是因为林瑟基承受不住霸凌，退学后让金振友的档案上留下了污点，而金振友也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林瑟基太弱了，只要金振友培养他到不会再被霸凌的程度就好了。暂时被霸凌就姑且忍着吧，金振友很快就会让他变强的。辛普森正对着用林瑟基做成的花椒水，他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快快长大，可是特别准备了肥料，也就是小便出来的东西，并且辛普森还在里面加了一些尼古丁。林瑟基却喃喃道：“只为靠欺负别人获得快感的恶魔们，只有礼仪才能成就不凡之人。”闻言，辛普森立刻暴怒着出手，他还以为林瑟基看到了自己跟金振友那时的事情了。令金振友没想到的是，林瑟基竟然被比之前打得还要惨。金振友虽然想叫辛普森别再欺负瑟基了，可他不欺负就会换成张安哲欺负，到时候就更惨了。要是一直这样被欺负，就算林瑟基再坚强，也无法撑下去。放学后，他找粉红超人倾诉了关于校园霸凌的问题。金振友听到他想休学，急忙阻止。他告诉林瑟基，这样就让那些欺负你的人称心如意了。你不是说想要跟其他同学一样，要变强再找他们报仇吗？金振友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些话都是林瑟基对他说过的。作为所有事件元凶的张安哲，现在竟然在安慰林瑟基，这种怪异的感觉令他恶心的作呕。幸好神经大条的林瑟基没有发现异常。金振友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还手，这样下去到底要被欺负到什么时候啊？但林瑟基认为，如果使用暴力就跟那些人渣一样了，比起拳头有件更让他害怕的事情。当究极的杀意被解放时会有多可怕？究极的杀意是林瑟基最近在看的小说主角。金振友苦恼，这家伙太善良，不适合打架啊。教没有基础的林瑟基 MMA 又要花很多时间。金振友都想自己增肥之后假扮成林瑟基来解决这些问题，可他突然发现了异常，林瑟基的小腿简直粗得吓人。他害羞地对着抚摸自己的粉红超人说：“那个是骨头。”金振友立刻摸遍了林瑟基的全身，随后他惊讶这家伙的骨头怎么会这么粗，仔细一看，就连脖子也很粗。金振友之前完全没注意到，现在他要来赌一把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金振友要教林瑟基究极之拳，他会想办法把林瑟基刚说的究极的杀意释放出来。林瑟基感动地问粉红超人：“您是我的师傅吗？”次日，辛普森一来到教室就关心林瑟基有没有来，手痒的他都想把林瑟基的书桌拿去丢了。这时辛普森却注意到书桌里有代表林瑟基自尊心的笔记本，那是林瑟基活着的唯一乐趣，是不想给任何人看的自己的故事。辛普森却在大家面前把内容都念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林瑟基走进了现实。辛普森戏谑着问他这个杜拉尼系的朋友利弗利兹呢？这两个人是林瑟基小说中的主角。他一把抢过辛普森手中的笔记本，辛普森大叫：“快把逃走的杜拉尼系抓起来啊！”金振友惊讶，小说的内容还是被读出来了。然而这其实跟他原先的计划一样。放学后，辛普森也开始偷用张安哲式小便法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喊了声辛普森，这是只有张安哲能叫的绰号。辛普森立刻吓得向他道歉，可来人却是解开脸上密码锁的林瑟基。不久前，真正的金振友怒斥你这家伙在干什么？原来是他体内的张安哲提前来学校把笔记本拿了出来。但张安哲明白自己只是让那家伙释放自己罢了，隐藏在林瑟基体内的究极的杀意。辛普森没想到白痴林瑟基竟敢叫他的绰号，可林瑟基却径直走向了门口，但他没有离开，而是把门锁了起来。林瑟基开始脱衣服，他喃喃道：“礼仪成就不凡之人。”辛普森感觉这个画面好像在哪里看过。林瑟基撕开衣服怒斥：“你这家伙死定了！上学时每个班级一定都有这种同学，因为身材肥胖而被大家欺负，因为善良不会反抗，就变成了大家霸凌的对象。那样的林瑟基这一次
次是认真的。辛普森恼火，这个肥宅怎么还装上了？他要让林瑟基尝尝扫腿踢的滋味了。可一连被踢了几次的林瑟基都纹丝不动。也就在这时，辛普森突然想到，林瑟基好像没有跌倒过。他冷冷问辛普森：“这就是你的权利吗？”过去林瑟基在跟同学玩人肉沙包游戏时就是这样，在生日那天被送上生日之泉时也是，他一次都没有跌倒过。那是因为有人跟林瑟基说过，不要向垃圾屈服，这就是他坚定的信念。支撑林瑟基的是拥有天生优势的粗壮骨头，以及比起同龄人又粗又短的脖子，他已经拥有了绝不轻易倒下的最佳条件。林瑟基的双手飞速开始结印，他今天就要把辛普森给除掉。辛普森怒斥：“你这臭肥宅，差不多得了。”他的拳头不断落在林瑟基身上。辛普森看这家伙整天写肥宅小说写啥了？小说里的利弗利兹可不会出来帮他打架。对林瑟基来说，真正的痛苦只有一个，不是被辛普森或者被班上所有同学打，对他来说，真正的痛苦是被张安哲打。而在张安哲长期的殴打下，林瑟基逐渐练成了体格。像辛普森这种小喽啰的拳头，对他来说跟被蚊子叮无异。林瑟基问辛普森能承受得起自己的愤怒吗？他所爆发的少年之力，将辛普森狠狠砸在墙上。这一击落下的林瑟基也瘫软在地，他终于还是做到了。可辛普森却并没有被打晕过去。林瑟基曾问过粉红超人自己真的做得到吗？金正友告诉他，经过练习的少年能做到的。你那粗壮的身体让你拥有了那个东西。林瑟基请求粉红超人再念一次咒语吧。没招的金正友脸红着又念了一遍中二咒语，右脚装着信念，腰间装着意志，拳头装着愤怒，这就是究极的出拳。林瑟基并不知道，其实用一般的直拳也可以变成暴击。金正友要教他的只有暴击，因为金正友明白高中生之间的打架，体格就是一切。林瑟基那爆发的体重已经足够了，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，就抓住腰。林瑟基虽然不喜欢打架，但看到那些恶魔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了，要是想跟恶魔打架的话，他就也要变成恶魔才行。辛普森的整个身体都被肾上腺素爆发的林瑟基猛摔出去。林瑟基要帮利弗利兹报仇，还有杜拉尼系的仇，还有帮金正友报的仇，最后一拳才是真正属于林瑟基的。他的委屈与愤怒全部爆发了出来。林瑟基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们这些混蛋为什么要来欺负我？就因为我胖吗？就因为我喜欢动漫吗？还是因为我写小说？我只是想要好好的上学而已啊！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了？与此同时，厕所隔间内正站着一个人。金正友体内的张安哲暗骂一声，他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什么要做那些事。这时林瑟基却喃喃道：“我也要开始改变，因为粉红超人让我明白到底要怎样才能活下去。善良的话只会变成你们霸凌的对象，我不想再继续被欺负了。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变成剥夺别人的一方。这就帮你把手弄断吧，就像你们之前毫无理由对我做过的事情一样。”随着林瑟基的大走他乡，他疑惑金正友这是在做什么。林瑟基让金正友让开吧，虽然他已经决定成为恶魔，但他希望自己在金正友面前不是个恶魔。金正友一时间沉默了，然后严肃问林瑟基是想被打吗？但就算是郑友军敢继续阻止，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，因为少年已经黑化了。